嘿，歡迎來到少主離的魔玩頻道。今天我們來玩官方新出的這一款 MPG17的擎天柱。盒子包裝一眼實物照片，哎，我還納悶呢，這個擎天戰神的字兒哪兒去了？拿到實物一看啊，果真沒那個名字。我就想問你們誰幹的？製片方面，一張人物卡，因為是3C 版，所以會有2份說明書。配件內容其實不少，而且全部可以搭載到車的後邊拖掛的部位。而且這輛車可以跟之前 MP 的其他車廂進行互動。這裡邊有連接的插孔，車型長度在21.5公分左右。前臉的位置密合的很好，沒有亂七八糟的分界線。車頂這一塊也是平平整整，後方有蓋板堵起來窟窿，包括它拖掛的位置這一塊的長度也好了，還有這個整合的效果都是非常棒的。輪子都是塑料輪胎，银漆的輪毂，最關鍵的哇，第一次在這個級別的尺寸上面做出來了雙排輪，推車滾動還是非常絲滑的。車窗是嵌入的黑色透明零件，烟囱這裡不能伸縮，但是電鍍的效果非常漂亮。前方的保險槓電鍍亮閃閃的，在車型状態下這一塊也是可以打開的，裡邊可以收納金屬的领导模塊。我對這個車型的完成度還是抱有非常高的一個評價的，再加上這一次的做工用料很不錯，很不錯，完全沒有任何的歪軸現象，密合的也很好，摸起來非常的潤澤。我們變形來看一下，首先第一步拖掛的位置，这個地方要旋轉一圈，然後打開下方的插扣。後方這個位置和煙囱連接的位點，帶着電鍍的這個地方的一個插口打開，然後同時往下拉前方的膝蓋夾，就跟這個地方拉出來了。現在可以把腿部左右打開，中間在胯部的位置左右是有齒輪關節的，這點好評啊。然後大腿下方這裡有一個蓋子，我們把它翻開，油箱90度折疊進去。這開始各種熟悉的變形結構出現了。現在我們翻到腿內側，剛才拖掛的位置啊，這裡邊有一個凹孔，剛剛好把它放進去，放不平啊，就是一個斜着的。還好的就是摳的時候會更方便一些。前方腿板的蓋子打開，和大腿中間連接的插扣一個 Z 字折疊放下來，把這些地方壓合放平。腳尖裡邊的扣子掰開，脚後跟翻起來。還有一個小細節不要忘，這個邊緣的加油箱90度立起來，也算是做了一個質量轉換的變大縮小吧。其實這一塊設計的還是挺有靈性的，大的這個縮到了大腿裡邊，小的這個用了邊緣90度立起來，哎，很漂亮的一雙腿，我們就搞定了。擎天柱的变形設計避免不了胳膊90度拐彎放在兩側，這個也是大哥的靈魂所在。但是整個的变形套路就很 SS， 或者說，你看這就是個事兒啊。我說它的整個設計結構其實就是經典線的一些設計非常熟悉的影子。我說有像 SS， 有像王國，有像圍城。就是沒有像 MP， 很多人還反映啊，這個胳膊設計這不就是之前的 MPM 那款外傳柱子嗎？但是你想想 SS 的柱子也這麼變 ，MPM 的那一款外傳柱子也是從 SS 演化過來的，再加上腰部輪子翻折的這一塊，很多人說，哎，這不就是 MP10 和 MP01的設計嗎？但是你想一想，他們的祖宗是誰？是經典 1.0 的那一款大眼柱子，所以呢，這個。你玩多了，总會覺得，其實官方在設計結構的時候啊，總會有一些突如其來的熟悉的操作，這個都習慣了。胳膊順這裡掰開門板，就跟這樣疊放下去。你看，很簡單的幾個零件轉換。好，2個胳膊我們就可以跟這樣掰出來了。前方的窗戶。從裡邊頂開一個 Z 字折疊，我們先把它拉到側面去。後方這裡打開這一塊的蓋子，根部是有2個插頭的，揪一下，打開扣點，翻出來，把這一塊90度立起來，這一塊板再90度放下去，頭旋轉180度，2個天線擼直，哎，再蓋回来。卡的還是挺準的。下一步的車前臉左右大燈的位置，根部有插扣啊，把它拔開，然後側面的電鍍保險槓旋轉180度拧上去，
哎，下方这裡的腹肌打鬆扣子。下一步的变形設計在這款上面算是一個很亮點的地方了。真假的中網切換，我們把這一塊車型的中網放進去，然後一個 Z 字折疊往上提，哎，就藏到了領導模塊艙的背後。假的這個從下邊翻出來，這裡邊也有扣子結合。然後腰部左右先提起來一點點邊緣，腰部整個的往上拉起來，順着根部旋轉180度。從後面來看，合上來，把輪子藏到腰眼裡面去。這裡結合到位，後背的這兩個板子邊緣是也有插扣的，把這裡定一下。相當於鎖上了。這個時候正面的腹肌再往上提，把這一塊領導模塊艙裝進去，腹肌就頂在前面，雙關節再把胸口縮窄。它其實並沒有做隆胸的結構啊，变形完成還是這個跟車型一樣的平胸。腰部這裡 Z 字折疊插下來，旋轉180度。側面這裡紅色的零件往後翻折，雙關節跟後腰這裡卡上，順着肘部下方的這一段關節旋轉180度，打開，把拳頭旋轉出來，肩膀歸位，這一塊扭正。過程還是非常簡單的，而且有各種熟悉的結構在裡邊。你可以在变形過程中看到，這款擎天柱在变形結構上邊是非常讓人熟悉的。各個位置的变形套路，我們在之前很多的玩具上面都見過。可以說這一款擎天柱是一個集大成之作，而且人形和車型的完成度也不錯啊，非常適合去把玩的一個簡單流程，讓你的上手體驗非常的爽。頭雕的樣子沒有完全的去還原動畫，個人感覺會更像歐叉那個設定集裡邊的很日式畫風，天線是向着斜着兩個方向伸出的。頭頂的透明窗口這一塊的吸光率非常好啊，即使沒有眼燈，這一塊也是很亮的。肩膀位置是齒輪關節平舉90度，聲音非常的清脆，彈簧齒輪。你看，其實官方是完全可以做好齒輪關節的。360度旋轉，這個地方也是很清脆的齒輪音。但是肩膀這個位置，我覺得設計有點草率了。首先，這一塊煙囱有點太靠前了，沒有一個滑槽幫它居中。後邊這裡多出來的這個蓋子呢，你多做一個軸折疊過去呀，是不是？現在支棱在這裡，其實是有一些影響美觀的。但是好在小臂這一塊的收納位置很不錯啊，並沒有曾經 MP-M 外轉柱子的那個门板手的現象。這一塊包裹的完整度還是可以的。胳膊肘這裡是2段關節，所以曲臂的幅度非常的大。二頭肌這個地方可以左右旋轉，變形需要下方這裡還有一個可以旋轉的軸。手腕左右旋轉，手指是下3連在一起的轉動軸。腰部和腿部這裡的刻線、細節勾勒都非常的漂亮。左右旋轉360度变形的需要，同樣变形的關係，這一塊可以拉出一個 Z 字的軸，做成彎腰的關節。胯部側裙甲和後裙甲可以翻開一定角度。前方的這一塊雖然不能翻折，但是看胯部這裡是一個外托式的軸，所以踢腿的幅度完全不會影響到，還踢得挺高的。後踢也能達到45度左右。側台也有齒輪關節。嘎嘣清脆的這個聲音啊，完全沒有問題。這回的齒輪做得很好。大腿根部左右有旋轉範圍，膝蓋這裡同樣是彈簧齒輪，它甚至可以往前折一檔，甚至可以擺出來很誇張的這個撅襠站。後折幅度135度，範圍非常的大，而且齒輪做得很清脆。腳踝打開鎖定點，接地的幅度非常大，整腳接地，而且再往下拉，腳踝處也有一個雙段的關節。可以進行大範圍的活動。武器組這邊有一個透明的架子，我們把槍還有這個大斧卸下來。這個東西也是在後續的 MP-M 新熱破上邊看到了。再說起來，那個熱破很多的 SS86 熱破的影子，所以突然也想明白了，後續那款热破应該跟這一款是同樣的操作吧，就是個 SS86 的放大改模。說明書裡透明架子的另外用法，可以把它插在後背連接大炮，把它当成肩炮使。当然，因为都是这种5毫米的通用接口，大炮可以跟这样卡，或者插在侧面进行搭载。虽然是可动手指，但理論上其實還是一個5毫米的洞洞。裝大斧，我們需要把手臂變形一下，翻出來裡邊的這個樁子，
再去結合。威震天，你老喽！我。另外的一个武器组，双刀，把这里折叠一下，90度翻过来，顺着手的下面插进去，这样又有了電影裡邊雙刀柱的那種感覺。盾牌可以通過手臂側面的5毫米接孔插上，當然明眼人一眼就認出來了，這個玩意兒就是圍城的那一款兵器嘛。旋轉一下，把斧子弄出來。哇，演都不演了，一模一樣。握在手裡的感覺還不錯，畢竟圍城當時的這個設計理念很好，所以這款柱子人形的完成度其實本身來說是可以的，唯一就是這一塊板子就沒有折疊下去。另外身上有很多的5毫米通用口，就是可以讓你很輕鬆的實現全武器搭載。那麼最後也是總結一下吧，這款柱子上手把玩以後，你會發現它的素質出奇的高，可以說我個人感覺是如今 MP 自打 3.0 之後，再到了 MPG 線裡邊，目前來說做工用料素質最好的一款。它來回的把玩非常的安心，沒有任何你會覺得非常危險的結構，全身融入了很多齒輪關節的定位，讓你把玩起來非常的爽，而且這些齒輪關節做的相當不錯啊。唯一可惜肩膀的位置，煙囪和後邊的這塊板子並沒有處理的特別好，其他的方面來說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啊，特別的棒。那優點誇了這麼多了，它確實是一款非常適合上手把玩的好玩具。哎，翻回來我們再說一個很嚴肅的問題。